美国一直以来视我国的发展速度为洪水猛兽，总是在试图用尽全力遏制我国的发展，为此更是常年在我国周边动手动脚，一副要你死我活的模样。11月5号，中国周边再次传来3条消息，美军在东海有了新动作，并且还对韩国出手了。第一条消息，美日航母在南海炫耀武力后，又向东海动手了。据环球网视1月5号消息，美国海军在近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了一场联合演习活动。虽然美军对此依然宣称是加强和盟友的合作以及维护太平洋和平稳定等，但是谁不知道美日这是来中国周边炫耀武力的，或者甚至直接是军事威慑呢？要知道，上个月美日双方才在我国南海部署了2艘航母，这次双方演习更是把地点定在了东海。参与演习的舰艇更是美利坚号2栖驱逐舰和伊势号直升机航母。需要注意的是，这2艘都是被人称为是准航母舰艇，虽然和真正航母还是有差别的，但实力却同样毋庸置疑。第二条消息，美军将领在耍韩国。据环球网视1月5号消息，美国驻韩国司令拉卡梅拉暗示韩国，这段时间可能随时会调整战时作战指挥权。战时指挥权是韩国当年和美国组成联军时交给美国的，如今随着韩国和美国意见越来越相左，韩国开始希望收回这项权力。这次同时兼任了美韩联军司令部司令的拉卡梅拉，这次一暗示，韩国自然觉得有所指望了。然而，美国可能移交吗？很难。这对韩国重要，却同样也是美国手中的一张好牌。因为这个权利意味着美国在战时不仅能调动驻韩美军，也能调动韩军。而且这次拉卡梅拉虽然说是要调整，但是最后走向却似乎是要推迟移交。目前韩国对此已经吵翻了天。在这种时候，不由得想要问一句，美国搞这一出是为什么呢？真的只是为了耍一回韩国吗？有分析人士就表示，其实美国这或许是在敲山震虎，明面上是在动韩国，其实却是在告诉中国，美国在韩国还有一张重要的牌没用出来。第三条消息，俄罗斯媒体说了一句真话。环球网视1月5号报道，日前美国学者又开始发表所谓的威胁论文章，再次挑起了战争言论，说什么中国要从东亚扩张出去。好家伙，这还真是一贯的歪曲事实。对此，俄罗斯媒体不仅直接对其痛斥了一顿，还说出了一句真话：美国如果不希望发生战争，那就不要总是挑衅中国。这次美军在东海韩国再次动手，如此挑衅十足，其实才是真正的挑起战争的行为。说实话，如果没有美国做的这些动作，这一系列的事件都根本不会发生。要知道，中国谋求的从来不是霸权，而是复兴。随着中国军力发展愈发迅速，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度也日益攀升，一个个同中国有关的军力报告就是最好的证明。日前，美国国防部1年1度提交的中国军力报告终于发布了。按照常理来说，这一军力报告本应在几个月前就向美国参议院提交的，但是实际上这一报告是拖延了几个月之后才发布，似乎对现在的美国而言，研究中国军力发展到何种程度十分困难。在今年的军力报告中，美军重点提到了中国的核威慑力量，同过去一样，美军报告还是坚持渲染中国核威慑，但是这一次，美军报告首次宣称中国可能已经拥有了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除此之外，美军还对中国核弹头数量进行了大胆的猜测，其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会有大幅度增加，在2030年的时候可能达到1000枚。按照一般的理解来说，美国大肆炒作中国核威慑，除了有激起外界舆论对华攻击外，还有向国会要钱进一步发展国防的目的在。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这一次美军报告大肆渲染，却帮了中国大忙。从国与国较量的角度出发，除了拥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外，强大的战略威慑力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尺度之一。说起战略威慑力，就不能不提起核武器了。碍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其主要作用是威慑敌人，放到战时的作用就是为了实现以战止战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打赢战争。也就是说，这一核威慑力量越强大，对手敢挑衅的可能性就越小。而美军的大肆炒作，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中国的核威慑。不同于美俄的核透明政策，中国对自身的核力量保持的是模糊策略，这是为了保证中国核威慑的有效性。出于这一点，我国的核弹头数量就相应的也成为了国家机密。所以说，美国所谓的中国将有1000多枚核弹头，基本上是美国瞎猜的，但是以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就转化成为了让美国乃至外界都感到
到紧张的现实存在，这不就是中方采取模糊政策想要的效果吗？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对于美国一再的炒作和渲染，中方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不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更不能落入核军备竞赛的陷阱中去。如此一来，美国炒作只会帮助中方达成目的，而不是扰乱我们本身的发展步伐，何乐而不为呢？说起世界上的敌对关系，一定有美伊的一席之地。只要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美伊之间依然会维持长久对抗的态势。归根结底，在霸权主义国家美国看来，伊朗具备主导中东秩序的能力，这一点让美国尤为忌惮，因此打压遏制伊朗就成为了美国的首选。日前，美伊在海上又发生了一起激烈交锋事件。伊朗方面表示，当天，美军一艘宙斯盾巨舰试图劫持一艘载有伊朗石油的油轮。随后，伊朗革命卫队士兵及时搭乘直升机登上并控制了这艘被劫持的油轮。期间，伊朗舰艇在抵近美舰时，一度架起机枪瞄准美军舰艇。这起激烈的海上对峙事件最终以伊朗的胜利告终。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次伊朗仅凭一艘小艇就敢同美国巨舰对着来，甚至还力挫了美舰的武力压制。不得不说，这样的结果让美军颜面尽失。在这一事件之后，伊朗的强硬反击也获得了一众好评。从公布的视频画面可以知道，美伊两艘军舰根本不是一个层级的。况且，美国海军号称是世界第一海军，伊朗用一艘小艇就敢直接敌进的勇气可嘉。不过，态度强硬是一回事儿，伊朗敢对着干，更有强大的底气在。我们知道，在伊朗海军中，大型的水面舰艇数量少得可怜，但是类似的小型高速突击艇数量却非常多，至少有超过300艘，外界称其为海上狼群。伊朗也是正凭借这一舰艇，才能够死死守住波斯湾的咽喉地带。在这一高速突击艇上，伊朗可以装备中国制造的 C704 轻型反舰导弹和107火箭弹。根据分析人士的说法，从伊朗突击艇上发射这一枚导弹并命中敌人，就能够让敌方一艘3000吨左右的巨舰吃不了兜着走。可见这一反舰导弹的巨大威力。某种程度上来说，伊朗小艇敢跟美国巨舰对着干，主要靠的是中国这2款武器。除此之外，伊朗在岸上部署的大批反舰导弹也为冲突上了最后一层保险。美军也十分清楚，伊朗的反舰能力在中东是数1数2的，一旦他们轻举妄动，最后或许会落得个有来无回的下场。需要指出的是，伊朗的反舰导弹的核心技术源自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伊朗军方就开始大批量的引进中国的反舰导弹，在一步步模仿借鉴中国反舰导弹的基础上，伊朗才取得了如今这样的成就。所以说，伊朗除了态度强硬外，还有在自己本土海域挫败敌人的强大底气。无论美军多么先进的舰艇，进入到这一狭窄水域内，就注定要受制于伊朗大面积的反舰导弹。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越发强大，美国便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向了我们，总想着针对我们，处处跟我们作对，干扰我国的发展。而干扰的方式也是千变万化，其中很常见的一种招数，就是在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美国不断炒作中国的军事力量，在国际社会上抹黑中国的形象，声称中国的发展威胁到了国际社会的安全。其实他们这样做的真实原因，说白了就是害怕中国的实力超越美国，从而取代他们在世界的地位。前不久，美国媒体多次渲染中国建设核导弹发射井，他们一再将我国在西北地区建设的发电机基座炒作为发射井，引起了多方媒体的关注。而近日，美国又开始炒作中国将在2030年拥有1000枚核弹头了。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美军提交的《中国军事安全与发展报告2021》中，对我国将在接下来发展中的核弹头数量进行了猜测。该报告认为，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拥有可直接投送的核弹头数量会达到700枚，而到2030年后可能会达到1000枚。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人现在为了能够对抗中国，可谓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中国目前所拥有的数量仅仅只有300多枚左右，8年内增加700枚核弹头，这完全就是毫无根据的猜测。所以美军的这份报告真实性还有待考量。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军现在就拥有5000多枚核弹头，那美国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程度是不是要比中国高几倍呢？所以美国还有什么脸面来说中国对国际安全局势造成了威胁呢？即便是我国的核弹头数量增加到了1000枚，我们的威胁还是比美国要少很多。所以美国还是把自己的核弹头数量减少到和中国持平的时候，再来炒作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吧。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对美国的这份炒作报告进行了回应。我方表示，美方的军力报告完全不切实际，甚至可以说是瞎编乱造，这样的报告充满偏见。美方这份报告的真实意图就是炒作中国核威胁论，这就是美国惯用的把戏，用来欺骗世界各国的。所以美国这一举动的目的是什么？国际社会也是心知肚明的。
总之，我们还是奉劝美国不要一再践踏我们的底线，因为这对美国没有好处。现在的美国发展也是不容乐观，所以选择和中国合作才是美国的唯一出路。如果非要和中国作对，那我们也奉陪到底。